我来到韩国首尔最贫困的村子，它被称为江南区最后的贫民窟。这里的房屋高度不到 1.7 米，设施简陋，存在安全隐患。可为什么村民不愿意离开？他们没有工作，又怎么维持生活？一起去看看。早上起来先收拾房间，丢下垃圾，因为旅馆老板是2位老人家，顺手帮他们省点事。然后和老奶奶聊天，意外得知 저희 조카도 중국 칭화대 나와서 지금 한국에서 교수하고 있어요. 这挺有缘分的嘛，难怪我说中国来的，他们都很热情，挺好的。10月份首尔阴雨连连，今天难得晴天，我打算去探访那个神秘的老村子。这几天我发现，在地铁口有位老人家，只要不下雨，就会在这里摆摊卖果子，位置正对地铁入口，没有人驱离。这里是江北的老城区，比较宽容，如果是江南的繁华路段，那就不行，算是弹性管理。然后首尔几乎所有地铁的站外通道都有供人休息的座位，我特别要提下洗手间，每个站一定有，有少部分在站内，但你也可以刷卡进去，上完厕所再出来，10分钟之内不收费，还是挺方便的，10分钟够了吧？另外有朋友说维森你多拍拍韩国底层百姓的生活，但我看周围人都差不多啊，真分辨不了。那我们就去传说中首尔最贫穷的村子看看。地铁要转2次，来到346鹤滩站，这里看起来有点冷清，这么多车厢，就我一个人下车吗？地铁通道的商铺都是空着的，这不应该呀，怎么回事？出来是个主干道，距离村子还有5.8公里。在韩国打车并不是很贵，普通出租车3800韩元起，6公里大概要8000韩元，约为深圳的1.5倍，香港的1/2。但我看到这个绿色的共享单车，一时兴起，想试一下。这使用规则是韩文，叽里呱啦也看不懂。旁边还有蓝色的电动车，选哪个？问问前面的朋友。Because you are happy, I can suggest you buy the green one. You can park the green one anywhere. OK， 他的意思是看我还健壮，建议骑绿色车，价格更便宜，而且停车方便。下载 App 折腾了一会儿，很多提示都是韩文。在信用卡支付2000韩元后，终于是骑上了，可以骑2个小时，过去最多15分钟，足够了。哎呦，这下就省脚力了。首尔也不算大，现在我哪里都去的。大家注意，盲道从人行路口开始延伸，一路上没有遮挡。宽阔一点的道路有双向自行车道，行人道和盲道在内侧。这边过去是小路，盲道顺着人行横道过去了，所以路口和主要街道都有盲道的覆盖，挺好的。左边出现青山，右边很多石头，这应该就是首尔的郊区。前面有个老先生，他也在蹬自行车。这一段是连续上坡，我体力都有点跟不上了，但他似乎很轻松，悠哉悠哉的，不错啊。突然想起网上一段话，说现在年轻人经常熬夜，作息不规律，身体可能还不如老人家，你觉得呢？快到了，这边好像在修路，前面就是村口，但问题来了，这里并没有单车停放点，乱停车可能被罚款，怎么办？好在有位老先生帮忙，他指点我找到了附近的停放点，但还是不能还车，因为单车 App 又出问题了。我明明到了还车点，它仍然显示单车在道路中间，怎么刷新都没用，还不了。有朋友可能会说，放在这里不管它了，你一定要管，因为软件关联了你的个人信息，没正常还车就还一直计费。曾经有人因为忘记还车被罚款200万韩元。正确的做法是拍照、拍视频，稍后找客服解决。接着我找到了另外一条进村子的路，这个斜坡还做了简单的栏杆，应该是方便老人。那么这里就是首尔最贫穷的村子，叫做九龙村。这些屋子很有年头了，它怎么来的呢？在80年代末，首尔市为迎接1988年奥运会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，被拆迁的低收入居民和临时工无处可去，就在江南区的边缘自建了简陋板房住所，逐步形成今天的样貌。注意我提到了临时工，那有没有外国人？很少。80年代韩国还处于半封闭，经济也不行，应该没有什么人跑过来。这个小胡同里有液化气和灭火器。那这些屋子属于历史遗留问题，大多没有产权，自建材料多为木板、铁板、塑料，极易起火，有很大的安全隐患。那这边有衣服，都有人住的。还有蜂窝煤。蜂窝煤啊，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都没见过，没想到这里还在使用。烧这个东西要注意通风，否则容易中毒。这片板房区最多的时候有5-6千户人居住，本来没有名字，人多了，加上历史上这一片地形叫做九龙山，后来就被称为九龙村。
现在居住的基本上是60岁以上的老人，原有村民有的搬迁，有部分离世，估计现有住户不到1000户。这里有个垃圾站，这些垃圾怎么处理呢？韩国的人力成本很贵，环卫人员应该不会来这里。而这些房屋也非常的矮，右边搭了个台阶，左边的屋子我1.8米，屋子比我矮1个头，进去腰都直不起来。可能当时为了节省材料，能省就省。这一条是村里的主要道路，靠着路边的住户条件似乎要好一些，很多都安装了空调，那夏天就好过了。前面2位应该不是村民，背着包，估计是来爬山的。看看这个环境，有没有美剧《林中小屋》的感觉？但我觉得吧，如果有空调有网络，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。不过有个很麻烦的问题，蚊子太多了，靠着山靠着树，没有消杀蚊子很难解决。由于画面感很强，这里也成了很多电影的取景地，正好我最近看电视还拍到了，大家看是不是和这里的环境一模一样？而村子的对面是高楼大厦，那边就是江南区，整个首尔房价最高的地段。你说现在韩国经济也起来了，对面的人天天看着这贫困山村，难道就没有人想改变它吗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由于涉及的村民数量多，要持续解决他们的生活和住房问题，这可不是一笔小钱。先说生活问题，因为都是老人家，大多没有劳动能力，靠领补贴生活。具体补贴多少，网上没有数据，但我查询到首尔困难户的领取标准，细分为生活补助，大概每个月60到70万韩元；住房补贴，每户30到40万韩元；医疗是10到20万韩元。另外还有取暖费、老人津贴，如果都符合条件，大概1个月可以领到80到100万韩元，就是我们的4到5千块。那基本生活还是没有问题。事实上，一路我也碰到一些老人家，精神状态都很好，没有那种很困难的感觉。还有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他们洗的衣服、毛巾非常的干净，感觉比我用的干净多了。这哪里像贫困村的晾晒啊，和想象中那种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地方是全村唯一一个小商店，什么都卖，柴米油盐、蔬菜瓜果。走累了，看能不能买一瓶水。老奶奶不会英语，用手势沟通，一下就懂了。选择还挺多，随便拿一瓶，2000韩元，和市区差不多。顺便和旁边的大叔聊了几句，问这里还有多少人住，他也说不清楚。但有一部分人搬到了对面的安置房，我查了下，这安置房也有严格的条件，比如要证明是1989年1月24日之前就已经入住板屋，很多人证明不了就无法申请。也有一些符合资格的老人不愿意搬离，他们在九龙村生活几十年，已经习惯了。搬到公寓，条件好一点，但失去熟悉的环境和邻里关系，反而会孤独和不方便。我突然想到一部电影《肖申克》，说一个老人被关了几十年，终于有一天放出去了，以为是获得自由，但出去发现完全无法融入社会，反而陷入绝望。年龄越大，对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需求越强烈，陌生环境那种心理落差往往比贫困本身更难承受。我发现这里是有人打扫卫生的，不知道是志愿者还是社区派遣。那前面看到的垃圾站清理应该也有人解决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每个月生活有补贴，空闲搞个园子种种菜，这是辣椒吧，有点事情做也是一种生活乐趣。换成我是老人，可能也不想搬，大家觉得呢？关于九龙村的未来，我查到有资讯说，首尔当地要全面改建这里，打造成共3800户居住的全新社区，预计2029年建成。建成后效果图如下：新房优先供给有合法居住资格的村民，也就是1989年前就住在这里的人，不愿意走就原地重建。不过这只是规划，人员劝离和安置依然面临复杂的问题。没拿到资格的村民怎么办？新社区能不能建成？2029年我再来看看。村子的老人大多不会英语，我和一位老人家用翻译器交流了几句，他要去对面买点东西，我向他致意道别，他也点点头，再见，保重。村口正对的地方修建了2条主干道，需要绕行很远，穿过这个人行道才能进入外面的世界。有韩国网友说，这2条主路让本就在城市边缘的九龙村更加的孤立。不过现在还没有完工，看之后会不会在村口附近修一座人行天桥，那样既安全又方便。走进江南区街道，这里就很繁华了。盲道不是双向，设置在道路右侧，虽没有新加坡和日本那么完善，但连续性较好，依旧没有遮挡和占用。
覆盖范围是 OK 的，对贫困者的帮助和无障碍设施的建设都是一种关怀。城市的文明和进步或许不在高楼，而是那份让每个人都能被善待的温度。我是维森，下周再见。